被强占25年的苏援礁，如今已被我国实控，领土完整，寸步不让。在我国东海海域有一处神秘的暗礁——苏援礁。这座水下暗礁到底有多牛？为什么会引起中韩激烈博弈？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国已经收回的有争议岛屿。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最东端的黄岩岛，它虽然一直都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1997年至2012年这15年的时间内，一直都被菲律宾非法占有，直到三沙市在2012年设立之后，才回到我国的实控下，将其划给了三沙市管辖。目前黄岩岛的渔业年产值超过20亿元。在黄岩岛东部的马尼拉海沟地处菲律宾西部与我国南海之间，而黄岩岛与马尼拉海沟之间的距离非常近。黄岩岛与菲律宾的距离为240公里，距离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也只有300公里。不仅遏制着苏比克湾进出的咽喉要道，还控制了南海航道的咽喉位置。黄岩岛的外形大致是一个等腰三角，其面积约150平方公里。礁盘处于一个半封闭状态，中间西湖的面积可达130平方公里，内部水深可达20米。位于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和主碧岛，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这两座岛礁都已被成功吹填。美济礁的面积约为 5.66 平方公里，由于它是我国南沙地区一座罕见的天然大型避风港，可以将其建设成为南沙的水产基地，战略价值非常高。主碧岛位于中叶群礁的西南方向，东北部距离中叶岛约23千米，其礁盘面积可达 16.1 平方公里。这两座岛礁目前不仅是南海渔业和科考的枢纽，油气储量更是超过50亿吨。苏援礁的领土争端。苏援礁就隐藏在我国东海的北部，其面积约2平方公里，形状像个椭圆形的海底丘陵，周边平均水深50米，还形成了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苏援礁地处我国东海的大陆架上，属于我国长江三角洲的海底丘陵，其礁名也有着江苏外海之礁石的意思。苏援礁距离上海崇明岛150海里，距舟山群岛最东侧的童岛132海里，距韩国济州岛西南82公里，距日本冲绳县硫磺鸟岛151海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而苏援礁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苏援礁与江苏外海的麻菜横、外科角两沙洲岛，以及圣斯列岛东边的蛇山岛、鸡骨礁、舟山群岛东北侧的童岛，共同组成了中国东海的外围岛链，对我国东海和黄海的划界具有重大意义。苏援礁这块暗礁虽然常年淹没在海平面下约 4.6 米，但由于中日韩三国专属经济区有重叠，它就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中国的说法就是认为苏援礁是江苏外海大陆架的自然延伸，理所当然地归入中国专属经济区。韩国的看法则以鲤鱼岛为由，声称这是非法设立的海洋平台，并且在2001年非法设立了3600吨重的大型海洋平台，建有直升机停机坪、卫星雷达、灯塔和码头，试图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如今我国在苏援礁上设置的养鱼场也是合法合理的，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岛礁，甚至很多人也认为接下来我国对苏援礁及相关海域的实际管控会逐渐提升，那么苏援礁彻底回归我国也将指日可待。苏援礁的战略价值。苏援礁虽然只是一个水下的暗礁，不仅没有领土地位，还不能作为岛屿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尽管如此，这一暗礁的价值还是非常的大。首先，苏援礁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回苏援礁是我国捍卫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体现，对日后我国管控南海等相关海域岛礁意义重大。另外，这里还是国际航运咽喉，从上海到济州岛再到硫磺鸟岛的国际航运路线，每天有超过100艘商船往返于中日韩之间，占据了东海航运流量的 40%。如果苏援礁纳入我国有效管控，不仅能确保黄海与东海分界线的安全，还能保障长三角到日韩的贸易通道畅通无阻。其次，苏援礁是一个水产资源宝库，这里聚集着大黄鱼、带鱼、乌贼、小黄鱼等4大海产。
尤其是在郊区东南侧，鱼群更是密集，年捕捞量超过50万吨。这些丰富的海产资源能直接惠及江浙沿海的数万渔民，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且这里也分布着非常丰富的能源，通过现代探测技术，已探明原油储量高达1000亿桶，天然气储量72亿立方米。这个数据相当于大庆油田巅峰期的3倍。更重要的是，未来这里还可以规划建设海上风电站，为长三角地区实现绿色能源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动区域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公布新一轮免签国家后，欧洲仅剩3国未免签，他们都是谁？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我国将会对斯洛伐克、芬兰、挪威等9个国家实行免签政策。这样一来，我国实行免签的国家就达到29个。这9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除了日本之外，也都是欧洲国家。这一政策的推出，不仅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便捷的桥梁，为外国友人提供了来华的便利，同时也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举可谓是双赢之策，值得庆祝与赞扬。值得一提的是，在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后，我国已对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实施了免签政策，但其中却有3国例外。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对这3个国家免签，主要还是这3个国家自己作的。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瑞典。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北欧5国之一。该国西临挪威，东北与芬兰接壤，西南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东边为波罗的海与波蒂尼亚湾，与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瑞典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 15% 的土地位于北极圈内，总人口为1056万。瑞典的3大资源是铁矿、森林和水利。该国的铁矿储量为 36.5 亿吨，是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森林覆盖率为 54%， 每年可利用的水利资源为2014万千瓦。此外，瑞典还有铜矿、铅矿、油矿等，但储量一般。到21世纪初，瑞典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持续下降，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3% 左右。瑞典的优势工业部门已经转向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医药、电讯、软件、远程通讯、光子领域，瑞典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瑞典是北欧5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从经济实力角度看，其2021年的 GDP 总量高达6274亿美元，稳居北欧之首。另外，在工业、人口、经济等多方面，瑞典堪称北欧第1强国。但是为何北欧国家之中只有瑞典被视为特殊呢？这其实还是因为瑞典自己本身的原因，即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表不当言论，所以这样一个对我国并不友好的国家，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对其免签。毕竟中国一向致力于和平发展，但对于破坏和平的国家，自然也就不用给任何好脸色。2. 捷克。地处中欧的捷克，其东面毗邻斯洛伐克，南面接壤奥地利，北面临接波兰，西面与德国相邻，国土面积 7.89 万平方公里。2023年人口约1090万，其中有 90% 以上为捷克族。这一国家位于北温带上，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年均降水量683毫米。国内的地形主要由平原、山地和高原组成。捷克国内的褐煤、硬煤和油矿蕴藏丰富，其中褐煤和硬煤储量约为134亿吨，分别居世界第3位和欧洲第5位。石油、天然气和铁砂储量甚小，依赖进口。其他货物资源有锰、铝、锌、萤石、石墨和高岭土等。捷克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 266.8 万公顷，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4%， 在欧盟居第12位。主要树种有云松、冷杉、橡木和榉木等。捷克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99年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工业基础雄厚，外贸依存度较高，主要工业有机械、化工、冶金、纺织、电力、食品、制鞋、木材加工和玻璃制造等。出口对象是欧盟成员，尤其是德国。目前该国经济大多已经私有化，包括银行和电信业。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3309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3.04 万美元。捷克是中欧8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3. 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立陶宛，国境线长达1644公里，西邻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接壤，北与拉脱维亚为邻，东接白俄罗斯，南接波兰，海岸线长90公里，国土面积广阔，达 6.53 万平方公里，人口 289.5 万，地形以平原为主，建有西部丘陵和东南部高地，其中最高点海拔 293.6 米。立陶宛的矿产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主要依赖进口。然而，该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并不缺乏选择，如西部地区的石油、泥煤以及波罗的海大陆架的资源。此外，东南部还有丰富的铁矿和花岗岩等矿产。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森林和水资源也十分丰富，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的森林，覆盖了 217.7 万公顷的土地。森林覆盖率超过 30%， 其中以针叶林为主，尤其是松树。此外，森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蘑菇、浆果和草药资源。立陶宛的工农业较为发达，独立后通过企业私有化逐渐融入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形势总体稳定。工业是该国的支柱产业，涵盖了矿业、采石业、加工制造业以及能源工业等多个领域。农业方面以畜牧业为主，其产值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90% 以上。此外，立陶宛的电子、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糖、奶肉制品等出口产品具有明显优势。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77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2.71 万美元。立陶宛也是波罗的海3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中方免签待遇的国家。未来国际形势多变，但合作共赢的原则不变。那些坚持对抗者不仅会错失良机，更可能自断市场之路，终将自食其果。刚刚打完伊朗，转头又轰炸黎巴嫩，以色列究竟要干什么？以色列在6月24号被迫进行停火，伊朗也相继宣布了停火公告。没想到过了还不到3天的时间，以色列就开启了新一轮的报复袭击。在与伊朗的导弹袭击中，以色列损伤惨重，所以他将怒火转向了没有还手之力的黎巴嫩。据环球网消息，在6月27号，以色列无视并撕毁了与黎巴嫩在去年11月份签订的停火协议，对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空袭，造成1名妇女伤亡，11人受伤。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以色列战机在6月27号上午开始对黎巴嫩的纳巴蒂耶和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进行了连续的空袭。据有关报道得知，在20分钟的时间里，至少遭受了15次打击。黎巴嫩称，自去年的11月已经与以色列签署了结束敌对行动的停火协议。纳巴蒂耶遭受了以色列的2次重大袭击，以色列不仅公然践踏了签署的停火协议，还破坏了整个地区的脆弱平衡。但是以色列没想到，也门胡塞武装迅速做出了表态，他们表示胡塞武装会对以色列进行持续打击，直至他们将侵略行为结束为止，并不会将他们的侵略行为作为独立事件。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后，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是在这场冲突中，阿拉伯国家很多媒体都看不下去了。黎巴嫩已经陷入了人道危机中，偏偏以色列又对其火上浇油，这是打着反恐的名义对他进行的战略挑衅。对于胡塞武装，很多人或许觉得他们不过是一支地缘边角料，对以色列的威胁非常有限，但其实从去年10月份爆发的加沙危机至今，以色列本土与红海航线已经遭受了胡塞武装的多次攻击，如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等，就连美国的海军都得出动舰队进行全天候的拦截。而这一次支持黎巴嫩报复以色列，被胡塞武装公开写进了声明，就是为了当众告诉以色列对他们的挑事行为奉陪到底。这一局面对于以色列来说基本上讨不到什么好处，甚至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毕竟不到1周的时间，3条战线同时开火，如被迫和伊朗停火到轰炸黎巴嫩，再到对参战表态的也门。更搞笑的是，这些冲突都是由以色列挑起的。
原本想着通过恐吓的手段使对手进行屈服，没想到激起更多国家的怒火。要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处于涉嫌贪腐案中，国内的支持率都低到谷底了，在外还要维持自身的强人形象，以此掩盖他在国内的丑闻与无能。一个国家的领袖将战争当成了政治工具，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2. 以色列突袭黎巴嫩的原因。黎巴嫩与以色列的边境在伊以冲突爆发以来就在高压状态中，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实力协助伊朗向以色列施压，遭到了多次指责，而以色列越境侦察、炮击村庄也遭到黎巴嫩的谴责。两国之间你来我往，互相指责，虽然没有正式的公开宣战，但火药味早已非常浓重。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突袭中有一点尤为，那就是前不久以色列刚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虽然协议还并未完全落实，但是在地区中已经露出了平静的苗头。没想到以色列却又搞突袭，那是不是以色列并不想真正结束这场冲突，还是说他想在多线战略中将第二战场彻底打开？要知道，伊朗与以色列在本轮冲突中停火多日，两国都在各自进行胜利宣传，但是以色列毫无偃旗息鼓的想法。以色列国防部的部长卡茨在近日表示，之前对于伊朗的空袭行动只是一个开端，而且他已经下达了一道军令，那就是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制定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根据他的表述可以分为3大核心内容。首先，以色列的空中优势必须得以保持；其次，对于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项目进行阻止；最后就是回应伊朗支持反以势力的活动。前2点内容与以色列之前的行动目标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以色列着重针对第3点内容，对伊朗支持的反以势力活动展开打击。这意味着以色列的下一步计划不只是对伊朗进行打击，还要对抵抗之湖的其他力量，如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有伊拉克民兵组织等进行彻底清算。重新审视山西省会，为什么说迁往阳泉会是明智的选择？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山西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闻名于世。但当我们提及山西的省会，更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太原的身影。作为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太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城市的演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省会选址的合理性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经济增速垫底的山西省。山西位于华北、西北与华中交界之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紧邻太行山，与河北为邻，西边则毗邻黄河，与陕西隔河相望，南北两侧分别与河南、内蒙古接壤。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山西城南北长东西段，其南北长约682公里，东西宽约385公里，面积约为 15.67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6%， 常住人口 3445.96 万。山西的交通网络发达，石太铁路、大西高铁、太绥高铁等重要线路在此交织，使得山西能够便捷地通往京津冀地区，连接环渤海经济圈，并延伸至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经济区域。此外，山西资源丰富，尤其以煤炭资源著称，保有量巨大，占全国总量的 17.3%。在2024年，山西的规模以上企业原煤总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同期产量的 26.7%。这一地位使得山西被誉为煤海。然而，尽管资源丰富，山西的经济发展却因过度依赖煤炭产业而显得步履维艰。2024年的 GDP 为 2.55 万亿元，排名全国第21位，增速在全国31个省份中垫底，且是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的省份。2. 山西省的区域中心城市太原。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心地带，东西方向长约 114.25 公里，南北宽度达107公里，总面积达6988平方公里。太原的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包括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和谷地等5种类型，其中山地面积最为广泛，而谷地面积相对较小。太原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铁矿和石膏等矿藏极为丰富。此外，硫磺、铜矿、硝石和石灰石等资源也十分丰富。由于山西省被誉为煤海，
而太原就坐落在这个煤海的中心位置，其煤炭蕴藏量在山西省内排名第4。太原的煤炭资源不仅蕴藏量巨大，而且煤炭种类繁多，包括无烟煤、焦煤和寿煤等，且埋藏较浅，易于开采。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太原经济发达，交通网络便利。该市的产业以种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特别是近年来，太原市的经济发展迅速。2024年，太原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18.87亿元，比上年增长 1.2%。另外，太原市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如晋祠、龙山石窟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3. 山西将省会迁往阳泉是明智选择。阳泉市坐落于山西省的东部，紧邻太行山脉中段西侧，是华北与西北之间的重要交通要地。相较于省会太原，阳泉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与河北省接壤，距离首都北京仅约300公里。还地处太原、石家庄2个省会城市中间，与两者均相距约100公里，具有城东接西、双向支撑的战略地位。这种区位条件有利于与周边省会城市形成经济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该市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水路交通都十分便捷，为省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阳泉还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作为以煤炭资源为主导的城市，其煤炭储量丰富且品质卓越，为中国的重要能源基地之一。同时，铁矿、泥土矿等矿产资源以及石灰石、石膏等非金属矿产的丰富储量，为阳泉及至全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若将省会迁至阳泉，不仅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更能为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强大的动力。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度日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已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尽管阳泉曾因煤炭开采面临环境问题，但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环保政策的实施，其生态环境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将省会迁移至阳泉，不仅可以借助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进一步推动城市环境的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还能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态文明城市。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阳泉的城市形象，更能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典范。距印度仅20多公里，中国班公湖大桥终于建成，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近期，我国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发布了一条关于自驾行的公告，直接导致印度破了大防。导致这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这场自驾行可是包含了我国精心策划的班公湖大桥。目前，班公湖大桥已经正式通车，不仅改写了中印在班公湖地区的力量平衡，只要我国愿意，还能将印度的防线瞬间崩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班公湖大桥的影响力为何这么大。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丽神奇的班公湖。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班公湖，它的东西两端最长的距离可达155千米，而南北两端的宽度平均仅有4000米，是世界上最狭长的湖泊之一。班公湖目前被中印实控线一分为2，正处于中印两国共同控制的状态。班公湖 68.5% 的面积被我国掌控，可达413平方公里。玛嘎藏布、过马区等是班公湖的主要补给水源，而它们正处于我们国家的控制范围，因此东半部分的湖水属于优质淡水，对于鸟类、鱼类的生长都非常适合。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也更适合。剩下的 31.5% 由印度控制，也就是191平方公里的面积。该区域因淡水稀缺，蒸发作用显著，形成了典型的咸水湖，生态环境严峻，难以支撑印军在此进行大规模驻军和开发活动。坐落在班公湖北岸的8座山峰，因形似手指，该地区被冠以手指区的称号。其中从西至东的山峰依次被命名为第1指至第8指。这一地带不仅是中印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还是双方主权争夺的焦点地带。目前，印度控制着第1至第3指区域，其中楚舒勒附近的区域尤为关键，被视为其前沿阵地，而第4指区域则处于中印实控线的核心争议之中。从第4指的制高点可以俯瞰班公湖的中段。2020年，中印在该地区发生了对峙事件。此后，我国加强了对第4指区域的控制力度，并成功实控了东侧的第5至第8指区域。第8指附近就是我国建设班公湖大桥的区域范围。在5月份的中旬，阿里地区日土县开展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首届环班公湖自驾边疆行活动。活动中，16辆越野车相距班公湖景区码头，随着发车指令响起，环湖之旅正式开启。此次环班公湖旅游路线精心规划，途经日土宗遗址、下达措遗址、原始红柳林、乌江村、班公湖码头等，最终返回班公湖景区的起点。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将班公湖大桥进行公开披露，同时还向外界传递了班公湖已稳稳掌控于我国手中的信息。2. 班公湖大桥的战略意义。据欧亚时报于2024年8月初的报道，根据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班公湖地区正在加速建设第2座公路大桥。目前该桥已进入铺设沥青的最后阶段，预计不久后将正式通车。回溯至2022年，我们曾在距离边境线仅20多公里的湖面最窄处建造了一座500米长的预制件公路大桥。这座桥虽只适用于轻型装甲车辆的通行，但彻底结束了班公湖无桥梁的历史。事实上，这座桥作为预备工程的一部分，为后续的更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今紧邻其旁，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更为宏伟的新桥。新桥的桥面更宽，承重能力更强，甚至可以容纳15式轻型坦克的通行。这一进展无疑令人振奋，标志着我们在班公湖地区的交通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关于这座大桥，自2022年印度媒体报道后，其关注度与担忧度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激增。他们担忧的是，班公湖大桥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我国在班公湖周边地区的物资和部队调动时间，进一步增强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影响力。印度的疑虑并非无中生有，班公湖大桥的实力不容小觑。此大桥一旦建成，将显著缩短两岸的交通距离，使解放军能够从原本的数百公里绕行减少到几分钟内即可抵达，极大地提升了军事响应速度和效率。此外，班公湖大桥的强大承载能力，使其能够安全地容纳如15式坦克等高原作战环境专用的武器装备通过，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军事部署实力。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新藏铁路项目的建设，初步测量工作已圆满完成，接下来的规划及开工建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新藏铁路的全长规划将达到2000公里，不仅将为西部边境带来新的助力，稳固边境环境，还将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交流。未来班公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和基地，对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云南未来富得流油的8个县，各个发展潜力巨大，有你的家乡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拥有39.4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以及4655万的常住人口。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3.15万亿元。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云南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8个县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安宁市是云南省辖县级市，它位于昆明市西南32千米处，总面积1301.8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14万，城镇化率达 85.98%。作为云南首个千亿县候选，以钢铁、石化及新能源电池产业为核心，2024年安宁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9.59亿元，同比增长 0.5%， 被称为云南工业第一县，工业基础与生态协调发展优势显著。隶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市，其面积4004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为53.39万，城镇化率 55.66%。弥勒市在2013年的3月被撤县设市，它的地理优越，交通发达，是接轨滇中、连接两广重要枢纽。弥勒市的文旅与特色农业双融驱动，红酒庄园、东风韵小镇等文旅项目带动收入增长 63%。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32.22 亿元，其特色农业与旅游融合潜力大。隶属于云南省直辖县级市的腾冲市，由保山市代管，还有着地热之乡极边第一城的别名。其面积5845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 69.4 万。腾冲不仅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和节点，还有着中国翡翠第一城、中国琥珀之都的称号。另外，它还是文旅与边境贸易的核心区，火山热海、边境贸易等资源突出，年游客量突破1200万。2023实现生产总值343.61亿元，作为第一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年总收入有259.1亿元，其文旅及边贸发展空间广阔。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蒙自市是滇南中心城市核心区，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59.51万。
蒙自市地貌由盆地、山地、岩溶组成，地势大体上北高南低。蒙自市矿产资源主要有9个矿种，如银矿、煤炭、铜矿等，其中白牛场银多金属矿以探明为我国目前最大银矿，其有色金属产业占全国 12%， 锡矿等资源支撑工业发展。2023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476.49 亿元，是云南工业强县的重要代表。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辖县级市的大理市，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年降雨量为 1051.1 毫米，总面积18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79.01 万。境内主要有苍山、洱海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等景点。大理市的旅游与光伏产业协同发展，洱海生态旅游、光伏板产业推动旅游收入增长 40%。 2023年的 GDP 超546亿元，生态与新兴产业融合潜力大。隶属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市，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东距昆明152公里，西距大理179公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其面积为44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 61.20 万，城镇化率也达 69.69%。 楚雄市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中山地占全市总面积的 55.8%。 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市，拥有基础扎实的烟草、冶金及生物制药产业。2023年的 GDP 达 635.29 亿元，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产业集聚与创新能力突出。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其面积 6866.5 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 66.38 万，城镇化率为 60.18%。 文旅资源丰富，如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曼听公园、西双版纳民族风情园、西双版纳野象谷、湄公河星光夜市旅游休闲街区等。依靠独特的民族风情与自然景观，景洪市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旅县，依托热带雨林等资源，旅游产业增长空间大。2024年的 GDP 达 452.9 亿元。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其面积 5368.09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5.97 万，城镇化率为 36.98%。 县内的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有大邑庄园景区、勐景来景区、独树成林景区、勐巴拉雨林小镇、景真八角亭景区等。另外，勐海县还是普洱茶核心产区，被誉为中国普洱茶第一县，拥有 90.72 万亩茶园和 5.62 万亩古茶树资源，茶产业综合产值达 339.6 亿元，特色茶叶品牌化与深加工潜力显著。